这应该是近几年来匹克旗下热度最高的鞋款无双。不错的外观，铺天盖地的宣发，再加上刚上市时的供不应求，让它一度出现了溢价的情况。在匹克迄今为止所有推出的篮球鞋产品当中，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无双这一双鞋究竟怎么样，究竟好不好穿？我自己也真的特别想知道，所以我在能原价购买了之后，自费购入了一双。那我们今天不过多去纠结它是不是抄了谁，学了谁的设计，我们只聊它的实战性能，看看单论实战它究竟是不是值得购买。老样子，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实战基础3要素：抓地、抗扭、稳定性，看看它的实战下限究竟在什么位置。抓地一直以来都是匹克的优势项目，出色的抓地同样是无双的一大优点。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指哪打哪，想停就停，合适的纹路空隙让它在有灰尘的场地上也一样能有不错的抓地表现。只需要时不时用手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并且这一次它在大底方面使用了这一个叫做 SWR 超耐磨橡胶的大底材料，还让它有了不错的耐磨表现。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它只在前掌的发力点位置处出现了非常轻微的磨损，但是大地的纹路整体来说还是有一点偏细，而且橡胶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只在65左右，所以如果你想拿这一双鞋用来打外场，尤其是室外的水泥地，那这一双鞋的耐磨肯定是不够用的。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塑胶地就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好吧？大家都说这一双鞋跟匡威家的 BB1BO 非常像，确实他们在穿着体验上是有那么几分相似，但是无双在整体的抗扭表现上可比 BB1BO 要强得多得多了。BB1BO 这一双鞋，我相信穿过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不管是在变向还是对抗蹬地的时候，球鞋都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明显的支撑，而无双在鞋垫上放置了一块大面积的硬质 TPU 片，很好的解决了前者在中底刚性方面偏弱的一个问题。而且匹克在做抽拉式鞋垫这一方面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鞋垫和鞋仓的处理上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不会出现鞋垫跟鞋仓分离的情况，整一双鞋的一体性非常出色，在体感上跟传统的篮球鞋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在变向以及对抗蹬地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不错，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并且球鞋的自然弯折点也非常的合理，弯折起来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阻力，往任何一个方向弯折都非常的轻松。如果你是那种多脚步的球员，那这一双鞋这种特别容易弯折的特性你一定会喜欢。稳定性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极低的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虽然它的鞋帮确实非常非常低，但是穿上这一双鞋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不放心的感觉，稳定性非常棒。OK， 这样看下来它在抓地、抗扭以及稳定性这3项篮球鞋的基本要素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说明无双这一双鞋它的性能下限是非常高的，绝对可以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但是能穿和好穿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的，对吧？那在做到了能穿的基础上，要达到好穿，那就要有比较不错的风格化处理了。在脚型适配方面，无双这一次使用了一个比较宽的鞋楦，对于脚型的包容度非常广，基本上大部分的脚型都可以去选择它，并且都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即使你跟我一样是窄脚，也完全不用担心，它的整个鞋面压得比较低，再加上它这7对鞋带孔的加持，整体的包裹加压十分出色。而且这一次无双所搭载的这一副鞋垫上面布满了纹路，能够很好的起到防滑的效果，避免了之前匹克推出的一些抽拉式鞋垫存在的初期上脚时鞋垫会打滑的一个问题。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几乎不会出现滑动，非常棒。并且它的后跟锁定表现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不少人都在说它的后跟锁定好像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只要你把它最后的一对鞋带孔给系上，就完全不会出现掉跟的情况。而且这双鞋的鞋带本来就比较长，如果你不穿它的最后一对鞋带孔，鞋带就会长出一大截，在打球的时候就会到处乱甩，特别的难受。而系上了最后一对鞋带孔之后，虽然它的后跟锁定也不能达到那种特别顶级的表现，但是因为它的前掌是非常容易去进行弯折的，所以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完全不会有什么掉跟或者是不跟脚的感觉，鞋脚一体性还是非常棒
棒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它的这一副鞋垫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在4周都做了上扳，形成了一道侧墙，再加上鞋面较小的延展性，虽然它的鞋面材料确实啊有那么一点点偏软，但是完全能够兜得住脚。这一点该说不说啊，耐克的功力确实还是比较深厚的。6年前就早就已经把这种什么抽拉式鞋垫给玩明白了，确实厉害。而它的鞋面在做到了强度够用的同时，还有着极为出色的透气性，鞋面上布满了透气孔，即使夏天穿也应该不会有鼓脚的困扰。出色的鞋脚一体性，再加上单支41码350克左右的重量，按照道理来说啊，这一双鞋应该会是一双穿在脚上非常无感的人鞋合一的一双篮球鞋，对吧？但是啊，匹克往往就是会在一些细节方面掉链子。这一双鞋在上脚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后跟在体感上会有那么一点点怪异，后跟外侧好像有一块东西给你的脚给拖住了，有一种把你的脚往上抬的一种感觉，会有一种后跟有那么一点点内扣的感觉。虽然啊，对于实战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穿起来就是很奇怪，一种从未有过的怪异感。可能啊，这是为了提升球鞋后跟稳定性的一种做法，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让这一双鞋穿在脚上打球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存在感。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败笔。当然，除了这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问题之外，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不错，较低的重心，出色的场地感，优秀的反应性，加上它弧形的外底造型，对于突破偏多的外线球员来说绝对是讨喜的调教，并且啊缓震表现也不差。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不过这一类相对比较容易去进行弯折的篮球鞋，大多不会提供给我们太多的跑动加成，无双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滚动感表现平平，在我们突破的时候，中底也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明显的力反馈或者是推进力度，再加上它后跟上面这一个我个人认为啊不是特别舒适的设计，整体的跑动感受只能算是中下水平。它的中底就是非常典型的薄底鞋，但是并不能给到我快的感觉。无双这一双鞋，它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把 BB1BO 和 NXT360 这2双鞋做结合，做得非常好。但是可能啊，设计师还是想要加一点自己的想法进去，在鞋垫的数据上没有完全参考前2者，就导致了我们在穿着体验的过程中，它总会给我们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总体来说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总感觉啊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就挺难受的。电影《无双》当中啊有一句台词，任何事做到极致就是艺术。显然这双匹克的无双还没有做到极致。当然啊，无双这一双鞋并不差，不过也算不上出色。但是400多的价格买回去，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后悔。对于小体重的多脚步外线球员来说，如果你平时打半场会比较多，那它确实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其他类型的球员们，在同价位段一定还会有更好的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